2019年，纽约传出的一条新闻，终于揭开了美国多年来$5000一吨的价格收购生蚝，并将它们倒回大海的真正原因，原来是为了拯救纽约港。生蚝壳1吨能卖5000元吗？是的，美国甚至曾以这个价格每年回收了68万斤生蚝壳，花大价钱回收它们，正是为了拯救纽约港。纽约被称为牡蛎之都，这里曾拥有数十亿的生蚝，几乎占到世界生蚝的一半。纽约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需要生蚝壳来拯救呢？这就要从19世纪说起了。当时的美国因为生蚝实在太多，而且价格便宜，因此十分流行吃生蚝。于是从街头小摊到酒吧，再到高级餐厅，没有一处不在售卖。有一位喜欢生蚝的纽约厨师，更是写了一本关于生蚝的食谱，关于生蚝的做法居然多达150页。但生蚝再多也经不住这么吃。进入20世纪后，纽约的工业发展让水资源受到了严重污染，这些原因都导致纽约港的生蚝越来越少。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，野生生蚝已经所剩无几，而纽约港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。但当时的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只是感叹生蚝越来越难吃。直到2014年，美国的非营利环保组织发起了一个10亿牡蛎拯救纽约港的活动，才逐渐让美国人逐渐意识到生蚝壳的重要性。生蚝是一种滤食性动物，它们的壳可以作为一种天然的滤水器。一只成年的生蚝一天最多可以净化190升的水，也就是说，它们对纽约港的水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纽约港缺少生蚝，水质就会下降，而水质下降，生蚝就会更少，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不仅如此，生蚝的壳形成的礁区还能为其他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，水生生物一多，其他生物也就能跟着增多，水里的物种多样性才能丰富，水质才可以转好。另外，生蚝礁区还是纽约港天然的堤坝。纽约位于美国东海岸，经常发生飓风。以前生蚝礁区作为一种天然屏障，能够减少飓风的威力，而缺少这些生蚝壳，会让这些飓风的破坏力变得更大。2021年9月5日，袭击纽约的飓风与暴雨，更是造成了至少$5000万的居民财产和基础设施的损失。于是美国人不得不放弃了捕捞野生生蚝，开始人工养殖，并且往纽约港里投放生蚝苗。但水里缺少生蚝胶，生蚝幼体没有可以依附的地方，生长的速度非常慢。于是环保组织决定收集餐厅里的生蚝壳，投放到海里。当生蚝壳多了以后，生蚝幼体不仅有了可以生长的地方，而且还会吸引，这样重新形成良性循环的同时，生蚝礁也减少了飓风的损失，可谓一举多得。